各位好，最近在中国有一首歌非常火爆，那就是刀郎的《罗刹海市》。据说这首歌在1周内它的播放量就超过了10亿，有的说100亿，反正就是非常火爆了。不过呢，今天我不是来评论这首歌的，因为我不配，我的音乐素养啊，还有我的文化水平都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实话说，小时候以及现在我都不喜欢《聊斋志异》的鬼神的故事，因为小时候咱们那时候呢，农村的家里特别穷，最初有几年我们那个村甚至呢连电灯都没有，所以我们过了几年点煤油灯的日子。那时候呢，老人老是给我们讲鬼的故事，吓唬我们的，要我们听话等等。久而久之，对于鬼神呢，我就产生了极度厌恶还有恐怖的那种情绪，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聊斋志异》的故事了。我觉得我有心理阴影了，直到现在一直有。比如说现在如果我回我们农村老家，有些路段啊，月黑风高的时候，我还是不敢走，即使我开车我也觉得心有余悸。好像现在有不少自媒体从业者也在蹭这首歌的流量。这几天有不少网友向我求证说啊，是否这首歌现在如此火爆，以至于呢现在都被德国一些知名的人物拿来解读了。我们现在先看几秒钟这个视频。Ich habe hier 2 Beispiele aus meinem Wahlkreis, aus der Stadt Überlingen, denn das zeigt auch hier die Situation von Vermietern, die immense Kosten tragen sollen und von Mietern, die diese Kosten eben nicht stemmen können. 朋友们，如果你不会德语，又没有注意看视频开始前的那3秒钟，在视频的左上角打出的几个字，本视频纯属虚构，就很容易掉入作者的陷阱。其实啊，这位德国政治人物，他讲话与这汉语的字幕解说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位女士叫爱丽丝·维德尔，没错，是德国选择党的党魁，但她在视频中开始部分讲的话，她的大意是这样的。她说，我在我这里的选区Überlingen市有2个例子，房东们抱怨成本太高了，无法负担。就这么简短的2-3句话。我分析啊，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德国执政党，比如说绿党，搞出了那个冤声载道的暖气法，就是硬性要求在德国所有的房主把家里的供暖设备更新换代，而更新换代非常花钱。所以呢，在德国啊，搞得全民都反对这个所谓的暖气法，因为这个成本最后会转嫁到那个房客身上啊，不可能房东一个人负担。也就是说，到时如果是这个暖气法真的实施的话，那全德国的租房的人还有德国的房东会多花很多的钱，会导致德国人的支出如此之高，以至于德国人真的是怨声载道。其实这就是这个视频开始这个维德尔讲的那个中心思想。然后我还看了啊，这个视频接下来插入的维德尔的画面与刀郎的歌词没有任何关系，唯一有关系就是最后那1秒钟，他说了句非常感谢 Vielen Dank， 而中文字幕也是非常感谢，就这4个字是对的，其他都没有半毛钱关系。Verkünden, dass auf die Wohnungseigentümer insgesamt Kosten von rund 1,5 Millionen Euro zukommt für die neue Heizung und die Energie für ein Haus aus den 70er Jahren. Irrsinn. So, die Reaktionen reichen von hilflosen Achselzucken bis blanker Wut auf die Bundesregierung. Richtig so. Ich hoffe, die Leute wählen nie mehr wieder Grün, weil Überlingen ist komplett grün. Und das wird sich jetzt ja auch hoffentlich ändern. In dem Mietshaus wohnen überwiegend Rentner, die eine Umlage von rund 50.000 Euro pro Partei oder eine saftige Mieterhöhung schlicht nicht verkraften. Aktivieren. Nochmal bitte, vielen Dank dahinter. Die Regie sagt mir, ich soll das jetzt im totalen Sympathie-Style machen. Es sei total wichtig, ich soll das jetzt in jedem Video von mir geben. Also mache ich. Und wer immer dafür verantwortlich ist, diese Pipelines in die Luft gejagt zu haben, hat diese Abhängigkeit nun von US-amerikanischem Flüssiggas manifestiert. Ich werde das nicht weiter kommentieren, aber ganz interessant ist zum geopolitischen Schachspiel hinter den Kulissen dieses
Krieges das Engagement US-amerikanischer Investoren. Vielen Dank. 所以我说了吧，这个视频的作者就是来蹭《刀郎》这首歌的流量的，来糊弄咱们网友。我不知道这个视频的作者是谁，但是我非常鄙视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为了流量而故意糊弄网民。现在的自媒体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坑蒙拐骗的还真不少。我认为呢，此类视频就属于这一类，反正我是挺深恶痛绝的。所以在这里我奉劝各位网友，今后呢，自媒体的东西他们讲国外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过于相信啊，你一定要动动你的脑子，而且你在看在听的时候也要仔细。当然该视频的作者也可以说我没有糊弄人呢，因为呢我在视频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示了，这是纯属虚构的，你自己没有仔细看是你自己的问题。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也就是蹭了流量。可是短短3秒钟，而且那字体其实很小，一般人怎么会注意呢？对不对？如果我没有仔细看，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是纯属虚构的啊。我只不过呢会德语，所以我听第一句话我就知道这个视频是假的。所以在这里我可以100%向大家证实，这个视频与这个德国选择党的党魁爱丽丝·维德尔讲的话没有半毛钱关系，大家不要相信。朋友们，其实仔细想想，咱们应该知道，像《刀郎》这首歌，我觉得我的汉语还算不错，普通中国人理解都成问题。一个老外，即使他的中文再好，有几个老外能懂得这首歌？我只知道这首歌它的大意是讽刺，在社会啊，在某些国家可能美丑不分，颠倒黑白这样子。而这首歌，看你的政治立场怎么样，可以无限解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它是贬时弊的，也可能是贬美国的也不一定。比如说向东26000里，中国往东26000里，相当于13000公里，那就到达美国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刚才说了，这首歌就看你的立场怎么样，你可以无限解读，这是这首歌我觉得成功之处。有很多人对中国社会不满的，他也可以这样解读啊。既然我的中文还算不错的，都很难理解这首歌，那一个母语不是中文的老外，他能够理解这首歌去解读，你们觉得这合乎逻辑吗？所以其实不用向我求证就知道这个视频肯定是假的。既然这个视频的主人公也就是德国选择党的党魁爱丽丝·维德尔在中国还算有知名度了，现在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谈谈他以及他所在那个政党德国选择党。这位叫爱丽丝·维德尔的女士可以说拥有智慧与美貌，此人真的是真才实学的啊！她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她拥有博士学位，而且此人的作风非常低调。最重要的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他在中国工作过6年，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呢，他的研究方向就与中国有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关于中国的退休金制度。据说他还会中文，不过在德国从来没有见过他在公共场合秀过他的中文，所以我只是听说而已。但是我想他在中国待过6年，可能简单的中文应该是会的。在德国议会的官网上有他的简介，包括他有2个小孩，还有一位伴侣。从这个德语词伴侣，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他肯定是个女同性恋。其实像这种信息在德国并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呢，德国人很少去关心而已。据德国一家保守媒体报道，他的伴侣是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2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男同女同这种事情啊，其实在德国是很稀松平常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话题。比如说前德国柏林市的市长，柏林呢是相当于直辖市，相当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前市长叫 Klaus Wowereit， 还有前德国外交部长，德国副总理叫 Westerwelle， 甚至带过他的伴侣，他的先生到中国进行过国事访问。我们看这张照片，当年你看他们夫妇还与中国当时的总理温家宝进行个合影。我相信呢，中国方面肯定知道这2位先生的他们的底细吧。
这在中国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啊。还有前汉堡市市长，汉堡市也是直辖市，相当于联邦州。这位市长可以说是老牛吃嫩草，当年他已经58岁了，跟一个22岁的小帅哥结婚了，小鲜肉。但他们一般都很低调。德国媒体不像港台的那些狗仔队，成天什么八卦公众人物那些破事。这点我觉得德国的媒体还是真的不错。德国媒体一般不会报道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在大国里面，这点好像呢，中国跟美国比较相似。私生活不检点的人，在中国还有在美国一般都会丢政治生命。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跟他那个实习生，对吧？或者中国某前外交部长，这位非常短命的外交部长。当然可能不仅仅是小三导致的什么生活作风的问题，而是由小三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可能间谍都有可能啊。不过这不是今天咱们的话题啊。我们回到德国吧。前面介绍了德国这位美女政治人物爱丽丝·维德尔，还有德国的大背景。现在我们来谈谈德国一个现在人气越来越高的政党，就叫德国选择党。这个名字选择党其实很古怪，就是因为呢，从德语翻译过中文古怪，其实是这个意思。这个党建立的时候是这样啊，这个党觉得德国已经有几个政党了，但是德国选民应该有一个可以替代其他政党的这个选择，所以就取了这个德国选择党，也就是替代其他政党的意思。这个德国选择党被德国主流媒体还有德国社会定性为右翼，有的甚至说是极右纳粹政党。在左派当道的德国以及欧洲，这个政党从2013年成立以来，就面临着德国各个政党还有德国主流媒体的打压。有意思的是，主流媒体及主流社会说这个选择党只强调德国主体性，只强调德国利益等等。另外他们还说这个党排斥少数群体，歧视外国人等等。作为一个德国的政党，强调德国的主体性，强调德国的利益，到底错在哪里？难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是对的吗？前面咱们介绍过，这个政党的党魁啊，甚至是个女同性恋，而且他的伴侣呢是一个南亚的外国人。那么这看起来似乎跟德国主流媒体说的这个政党呢，歧视性少数群体，或者是对外国人仇视，好像不太一样哦，对不对？否则你看他自己都是女同性恋者，还有呢他的伴侣又是外国人。在此我来说说吧，德国主流媒体还有德国的政治上层建筑是怎么打压和排挤德国选择党的。我们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位党魁啊在中国待过6年，他博士研究方向与中国有关，是中国的退休金制度。而且德国媒体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报道过他说过什么敌视中国的言论。前段时间他还与2位党内同志一同访问了中国，去了北京、上海，亲眼目睹了当前中国的发展现状。而且这个选择党是德国目前唯一一个政党呼吁与俄罗斯和解的政党。该党认为，只有与俄罗斯和解，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才能尽快解决俄乌危机。同时该党认为，俄罗斯能源对德国的国家利益非常重要，对德国的未来也非常重要。而在德国，与这个德国选择党持相同或是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位德国唯一的一位政治人物，叫 Wagenknecht。 他是德国左派党的一位政治明星，但是他说的话不是以党派的名义，而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说的，所以不代表他的政党。像此类在德国可以说是亲俄反美的言论，真的在德国相当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的言论啊，被德国媒体还有其他政党大肆讨伐呀。还有一个细节能够反映出德国主流媒体还有其他政党还有国家机器排斥德国选择党。不知道在德国长期居住和留学的各位是否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目前各个政党都从这个政党刚刚建立的时候都一概排除
任何与这个政党合作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这个政党他的选举获胜了，那么其他政党也排除与他一起组阁。第二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德国长期的人啊，看德国特别是他们国会议员开会的时候，有席位的各个政党的议员在德国的国会开会的时候，他们是分区坐的，而德国选择党是被其他所有政党排斥的。就是说在国会里面碰面的时候呢，所有政党的人不与德国选择党的议员，不与他们说话，不与他们握手，把德国选择党的议员当空气一样存在。这是不是太可笑了？跟幼儿园差不多，对不对？另外呢，在德国，比如说在电视上有各种政论节目，比如说脱口秀呀，或是政治访谈节目啊，即使是德国的国家媒体，比如说德国国家电视1台、德国国家电视2台等等，他们邀请其他政党去参加，但从来不会同时邀请德国选择党的人去一同登台来讨论、来辩论等等，没有。甚至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关于德国选择党的话题，他们也不会邀请德国选择党的人去参加，而是其他政党的人在一起尬聊。这是不是特别可笑，而且特别讽刺呢？既然这个党按照德国的宪法是合法存在的，按德国标榜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精神，那么为何要排斥它，要打压它呢？既然这个党是通过民主选举取得席位的，那为何其他政党从一开始就断然排除与这个政党合作执政的可能性？而且目前都有一些政治人物啊，都有一些政党甚至在讨论要设法让这个政党非法化。哈哈，真是啊，我斗不过你，就让你是非法的。这不是与一贯这些党吹嘘的民主自由精神相悖吗？另外，关于这个德国选择党，他们有党纲，有施政纲领。在德国，即使是政治人物，我严重怀疑啊，没有多少德国人，包括政治人物，刚才说了，真正主动去了解过德国选择党他们的党纲及施政纲领。普通人都是随大流的，就是媒体怎么报道，他们就怎么相信，相当于媒体的复读机。德国主流媒体说，还有德国那些政客说啊，德国选择党就是个极右的、邪恶的，甚至纳粹政党。你们千万不能选这个德国选择党啊，否则德国会成为又一个第三帝国。也许有蛮多选民就相信了呢。但是如果细看德国选择党他们的党纲还有他们的施政纲领，就知道其实这个党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瑞士，它有所谓的直接民主，就是很多东西瑞士是通过全民公投去决定的，很多议题由全国人民通过公投来决定，就是让人民直接参与更多的国家事务。德国选择党认为，我们德国也应该向瑞士学习这一点。还有另外呢，移民政策，德国不需要像当前一样无序的移民，而是需要有序移民。这一点我觉得也没错啊，与我2015年的时候我的观点是一样的，我现在观点还是一样。为此呢，我与德国一个忘年交绝交了，是他跟我绝交的，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帮助所有想来德国的人。虽然德国只有8000万人口，但是呢，全世界15亿人、20亿人来德国，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原来那个所谓的忘年交，他就这样认为的，就是他是极左派。总之，我觉得啊，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德国选择党，它的党纲、施政纲领啊，等等等等，好像这个党没有那么弱智啊，也没有那么极右啊。这也许是该党当前它人气越来越高的原因吧。而且按当前的民调啊，已经成为第2大党了。很可能下次德国大选的时候，这个党会推选自己的总理参选人。前面提到这个党的党魁在中国待过6年，而且他的博士论文都是关于中国养老金的。所以从中国角度来说，目前啊，这个德国选择党在德国所有政党当中是与中国理念最相近的一个政党。这个党在德国被定性为极右或是右翼，甚至纳粹政党。而中国执政党呢是左翼政党，对不对？本来右翼和左翼这个政党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
在德国的右翼政党反而与中国这执政党的理念很相近，这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所以我相信如果下次德国这个大选，这个执政党它真的能获胜，而且能够成功阻隔的话，我相信今后呢，与中国的关系会有一个转折，而且是向好的方面转折。我希望如此吧。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